刚盖好的高标准农田，1块田瞬间变成3块田。Hello， 老铁们，我是雪娃娃。今天我们继续开着挖机来耕田。这个活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干了有10几天，这个田多的根本挖不完。刚开始几天干这个活，感觉比较新鲜，干着还有劲。越干到后面呢，这个活干得越上头。前几天我们挖的这个田呢比较小，一个田也就是1、2亩左右。在干活的时候，我们只要注意不陷车，然后正常干着走就行了。但是到了后面，这个田就越来越大了。但是这个田越大，这个问题也就越多了。这个田大概有个4、5亩，田的前方深的地方差不多灌了有接近20公分的水，但是田的这个后方就没有水了。说白了就是这个田的前后落差实在是太大了，就导致这个水灌不起来。当初改田的时候，这个田的表面没有调平，就导致后面我们来干活，或者是后面工人来插秧的时候就不好干活了。要是现在我们挖机把整个田重新调平一下，这样就会花费很多时间。本来老板喊我们挖机来给他耕田，这个开支就够大了，现在又来调平的话，这个开支就更大了。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个田给它改成2个田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田前后落差比较大的地方给它做了一个田坎。刚从小田改成大田，现在我们又把这个大田给它改成小田，这样也就不影响后面插秧了。这一块田以前应该是回填起来的，这个淤泥特别的深，我们挖机走在上面特别的费劲，感觉要陷车。之前老板就给我们交代了，如果说感觉陷车，挖机不敢去，这一块就让我们放弃，后面就交给他们人工来耕一下。要是挖机陷住了，到时候挺麻烦，而且这个前前后后又耽搁时间，所以这个田我们就不搞了。我们就把挖机开出来的同时顺便把这个履带印子也给它收一收，剩下的就等他们人工来了。上面这一段田没有水，不好干活，我们就把挖机停到这里，等他们把水放好了再来干活。之前我们平的这个田现在他们工人都在开始栽秧了。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老铁们，你们看这个田的秧，他们工人都已经栽完了，下面的这个田的水也放得差不多了，勉强能干活。今天我们就把上面这一段田给它平整出来。这块田灌上水之后，后面这一段很明显还高了一点，我们就把里面高的这些泥巴挖一些出去，让前后的这个落差尽量小一点，这个后面他们种田的时候也要好种一点。前面这一段田之前我们挖机去耕的时候有点陷车，然后今天老板就喊了一个人工用这种小型的机器在耕田。这块田耕好了之后，我们把挖机往下面开，下面还有一块大田。这块田比上面那块田的落差还要大一点，右边那一块比较硬，拖拉机去得了，然后拖拉机就耕掉了。左边这一块陷车，然后拖拉机来不了，就没有耕。就现在肉眼看，左边的这一块也要矮很多，这个水都已经灌了好几公分，右边还是干的。耕到前面这一段，这个前方又高了，没有水，然后老板就赶快把上面的那个田的水全部放到这个田里面来，边放水我们就边收这个田。到了中间这一段，左右的落差比较大，我们就在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做个田埂，把一个田改成2个田。右边的这个田比较高，这个水放不过去，我们就在这个边上给它掏条沟，把这个放水口先给它围起来，先把这个水引到这个高的田里面去，先把高的这个田放满，放满了之后再放低的这个田。到了后面这一段，问题又来了，右边高的这块田下面这一段又矮了，这个水都灌起来了。我们只有在这个位置再给它做个田坎，把这个一段再给它分开。这块田这个水都快冒出去了，里面的水都没有，这种如果说不把它分成几个田，根本都没法种的。这个要怪也就怪之前改田的时候没有调平。如果现在包田的老板自己出钱来把它调平的话，这个开支就更大了。这块大田目前来看的话，起码要给它分成3块田，后面才好种田。